创一代是必须要先死一次的，他才能够重获新生，用心死去激活你在事业上的一个恐怖的执行力，而新生呢，就得靠能与你灵魂共振的异性了。当然了，这个也是大部分创一代为什么人生过得很空虚的原因，很难啊。人人都说男人30而立，40不惑，但没人告诉你30而立展现的是千帆过尽的从容，40不惑呢，藏的是半生风雨后的通透。所以一个30-40岁的男人啊，他能够站在人前被人看见，能够在事业上闯出一番天地，那他经历过的磨难一定不比唐僧取经的这个9981难简单多少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心气儿了，他几乎是一个微死人。如果没有一个女人来分享果实，没有一个灵魂伴侣能够来懂他的痛苦，那他家财万贯很难幸福。因为交给我也是一个创业者，也带过不少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这种金字塔劲儿的兄弟，我太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经历什么，要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惊苦，要经历无人理解无人可依的孤独，甚至要经历认知的重塑和破碎。说实话啊，这个过程呢，不亚于一次死而复生的这个淬炼吧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兄弟事业有成，感情反而会更加的坎坷，就是那种特别被一个女人所打动啊，为一个女人沉沦，然后不管她是什么身份什么工作，都甘之如饴的去砸钱买单付出一切。因为你需要有人去修复你一路以来的创伤，你需要有人去共享你的成就，去看见你的成功，你也需要有人成为你的支点。再想想当初啊，你20出头刚入社会，赤手空拳，没靠山没有资源，对吧？甚至一堆烂账，无人拖地，更没有贵人指路。没办法，你拿到了这个烂剧本，你也只能咬着牙往下演。在这整个过程当中，你只能逼自己麻木无情，甚至是阉割你自己所有的软弱的情绪，你撕碎了自己对感情的真实需求。那长期的压抑在拨云见日之后，真实的需求自然也就无法掩饰，所以你才会虚无。这是教给我为什么一直都说什么，其实事业有成的男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单纯的渴望亲密关系。因为你们曾经踩过的那些感情的坑啊，走过的那些弯路啊，都不是说这个女人有多坏啊，也不是说你就是真的是那个冤大头，它就是因为你对两性关系的极度渴望，然后你又缺少两性关系上的思维认知，所以没有人能够带领你，也没有人能够给到你正确的方向，然后你在感情上吃点亏是必然的结果。你完全不用上气啊，先跟你讲，毕竟你今天也刷到我了，对不对？就像献给阿尔吉龙的花束，里面有一句话，查理他当时说的是，这句话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。他说，如果没有人性情感的调和，智慧与教育根本毫无价值。这其实用在财富和感情上是一个道理。如果你没有人性情感的调和，你的成功你的财富就是会显得毫无价值。所以兄弟们一定要记住，人为情所困是非常非常正常非常非常幸福的。你现在就应该把感情当成人生的第2关，就像曾经突破事业瓶颈一样去突破关系。不过我也知道向上的路呢不好走就像创业的时候呢，所谓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，那只是老天爷手下留情罢了，真正痛苦的是对你心智的淬炼。在毫无希望的时候，你会硬着头皮去干，对不对？在被别人踩在脚下之后，你依然要保持着微笑。在项目崩盘甚至是负债的时候，你必须还有重新拾起一切的这种勇气。这些确实很痛苦，我也都经历过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们就得撑下去。就算你眼前一片漆黑，你也得一步一步的走。毕竟如果你不往前的话，你又怎么能够到黎明呢，对吧？所以兄弟们失败呢乃兵家常事，人生也本就是浮浮沉沉的。咱们这辈子在事业和感情上呢是需要跨过很多坎的，
甚至可以说你的考试指挥都不会少的。但是只要你心不死，结局就还没有定，咱就永远都有翻盘的可能。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勇敢的追逐你自己的亲密关系，别管他是什么 YC 女孩也好，或者是某个这个商场的营业员也好，不重要。再或者是年轻的一些小妹妹，对不对？不重要，身份、职业、年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否想跟他分享你前半生的硕果，去共享一段美妙的爱情。如果想，那就够了。那你就只需要去最大化的展现你的魅力。毕竟这30-40年，你试过了无数的角色。比如你最初是那个单纯天真的少年啊，后来呢，你也当过任性跋扈的男友，也做过卑微谨慎的小员工啊，甚至还当过绝望无助的背锅侠，既做过仗义勇敢的出头鸟，也当过妥协软弱的这种逃兵，是坚韧勇敢的创业者，同时你也是虚荣贪婪的山野人，既是有情有义的倔驴，也慢慢成长了掌控全局的大佬。当然了，也当过掏心掏肺的冤大头，做过欲语泪先流的委屈者，甚至是万箭穿心的病死人，还有巧舌如簧的诡辩者。每一个角色都有属于那个角色的经历和魅力，而你要做的呀，就是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去展现当然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但凡迷茫就不要瞎琢磨。焦哥这边我说实话，在两性关系上一定是比你专业的。那最后呢，我希望兄弟们能够找到自己那个心爱的天命人，到那个时候你的人生才会是真正的漂亮的开始。最后焦哥还是那句话学人性，用人性。